大家早上好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失重的大地”，其实就是把我们跟那个景观相关的这些一些工作吧，稍微的整理了一下。我们事务所叫实境建筑 Atelier Alter，张继元呢是从这个 Cooper Union 毕业，然后我是从清华这儿毕业，之前跟小东是师兄弟，然后我们大概在这个10年的时候创办了这个实境建筑这家事务所，现在在中国执业了有14年，因为那个时间稍微有点拖了啊，我们就稍微讲快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前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还是需要很多的关照这些艺术，然后建筑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承载了一个社会功能，而且还承载了一次这个把生活推向艺术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在这个寻找新的这个语言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在不停的寻找一些机会，到底怎样才能是新的这个语言？那在咱们中国呢，至少在过去的10几年里，实际上给到建筑师好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探索，实际上探索新的这个建筑语言。当时的消费以及建筑之间的这个双循环，给到了这个一个双向的刺激吧，就不光是一个消费，而且消费所产生的这个金钱呢，也带回到建筑学当中。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实践也是从小到大都有，从小到一个家具桌子，到一个装置，到一个室内，到一个大型的建筑，这我们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实践。那现在的这个青年的一代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我们个人的认为呢，我们这家事务所的认为，实际上中国已经尤其是在国力的这方面，国力国运这方面已经开始试图摆脱西方的这个一个影响，但其实新的整个的学术话语权呢依然没有建立，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实践依然非常的重要，就是要寻找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特色，实践的这个特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它不仅仅承担的是一个经济循环中的一个工作一种工种，而是要更多的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去承担设计的一个输出吧，那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实际上很多项目啊有5种这个工作方法，有这个褶皱对地平线的操作，还有对光线的分割，然后中国的书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盒子，最后这个是那个我们过去几年一直老提的这件事儿，所以整个的这个对大地的操作实际上是。因为如果你不停地再去寻找空间的边界的话，你会发现最后你抗争的就是一个重力嘛，就是实际上你对结构的一个挑战，你对结构空间边界的一个挑战，这个是始终是存在建筑当中的一个困扰，因为毕竟你是具有实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创作，而不是一个虚拟的，也不是一个纯粹概念性的，或者是一个艺术装置性的，它是拥有很大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重力的挑战呢，就会对大地和楼板，那当然就包含了景观、园林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动机呢，就不仅仅是就是说建筑空间，那还有这个周边的自然环境啊，那我们今天准备了15个项目。就是很快的可能就过一下，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一个悬浮的一个装置，它的手法来自于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盒子。大家好，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呢都在探讨这个建筑与景观的关系。那这么多年来，结合我们的这个理论与研究的作品呢，我们一直在试图构筑建筑与这个景观的对话。
最大的区别对于我来说是建筑是对一个重心、一个重力进行这个对话，但景观呢也许会出现多个浮动的重力，就像这个建筑与音乐的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它的这个从 architectonic 从构造的角度探讨建筑与景观。这个我们涉及很多这个封建文化类项目，我们更多的呢是想在这个自然与这个建筑的空间中搭建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或者是现代空间的文化场域。那景观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有多重意义，它有这个自然的第一性的景观与这个第二层景观就人造的景观。那这个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是如何衔接对话的？我们在这个建筑的这个项目里，如何在3个尺度下规划建筑以及构造的尺度下，达到这个建筑景观与哲学的3位一体？下面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项目，我可能会过得快一点。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实践的一个项目，它叫3秒钟的超现实主义都市。它其实是这个北京双年展的一个展品。那在这个项目里呢，我们探讨的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空间城市景观，有可能的城市景观。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尝试着去突破所有的这个潜意识里的空间的框架，然后呢，做了很多这个关于空间的实验和尺度上的颠覆，以及这个在这个惯常的认识下的不同的建筑形制与文化的这些挑战。那这个第2个项目呢，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装置艺术，它与景观有关。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呢以小见大，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装置，但是呢，它能以一个独特的方式，将这个景观囊括其中，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沙滩驿站这个项目呢，当时它其实是一个旧改，它是一个旧改项目，它是在沙滩边上的这么一个构筑物。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形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海底酒吧的这样一个空间。那我们对自然的一个关系呢，不是一个单纯的顺从的关系，而是一个与它建立一个对话的，也许是相反的态度，也许是contrast， 也许是对比的，也许是突破的，也许是冲突的一个关系。然后呢，给2者第一自然与第2自然一个更广阔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人们去认识它的空间本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营造的这个海底酒吧呢，就有很多关于大海的幻想。那在于它的表面呢，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天空、大海与沙滩的非常primitive 的超现实主义对话。这个是一个我们对工业领域呢，就是服务过几个业主，这个实际上是目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石材供应商。我们的这个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从大地取材的这么一个精神面貌以及它的工作方式，它就是切割石材，然后把它掀翻，然后把它抬起来，然后运输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把这种对大地的这个操作呢，变成了一个房子。刚才那个动画里也有看到，所以这整个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完全是悬浮在地板上的一个巨物的这样一个感受。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叫五里春秋文化艺术中心。它的这个项目呢非常的特别，它是在这个景观当中的一块三角的用地。那我们当时呢就提取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墙的墙的元素，然后形成了一系列横向的空间定义，然后将这个横向空间定义呢将这个自然分割成从外到内
大小不同的这个庭院，它有公共的、私密的，或者更私密的，或者更开放的等等。那大家可以看到，形成了这个错综复杂的一系列这个平台，然后呢可以遥望到这个香山呢，还有周边的这个270度的这个八大处啊这个景观。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它设立了一个主题，我们是从这个家的这个元素，从这个建筑的原型而来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的火种呢就是景观，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构造了内向以及外向的景观。它一直呢，这个内外的景观都是可以联系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室内的设计是将这个香山红叶抽象化的呈现在咱们的这个吊顶以及这个墙体。用石头、用这个水泥砖去刻画出这个水流的自然的形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形成了一个第二自然。更多的呢，这个项目更多的呢是关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对话，然后如何在这样一个小尺度的项目下，让建筑、景观以及室内达到一个3位一体。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给石材供应商建造的一个房子，它的来源是就是石材在形成的最原始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热熔的过程。在这个热熔之前，实际上是各种结晶，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晶的这个过程呢，变成了一个他们这个室内的一个整个办公楼的一个改造。它把这个1层、2层和中庭呢改造成一个博物馆。上面的3、4、5层呢，还是原来的这个办公空间。我们把这个晶体呢注入到这个办公空间呢，就形成了这个博物馆的整个的这个面貌。所以就形成了很多这个悬在空中当中的这个晶体体量的这个面貌，以及它们相互交错所产生的这些一些超现实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状态吧。那它在这个划过空间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中庭的一部分呢自然光反射到这个办公层，一部分呢就把这个光线呢打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层面。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这个关于时尚产业的这样子一个发布的一个文化工件，它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因为在这个总评规划的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呢当时呢是研究了这个时尚产业的几大品牌，比如说 Chanel，还有这个各个品牌时装。到底是一个时装设计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的定义，它跟建筑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结构、机体，还有这个空间，表皮是如何定义空间的，就从时尚的角度入手。所以呢，这里呢，由于它是一个纵向的楼呢，所以呢，我们需要呢这个形成一系列的公共空间体系。那这个公共空间体系呢，它可以是像这个时装一样，跟着这个城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在这个一个海边的这么一个场域，然后呢，我们形成了一系列从外到内卷曲的表皮作为空间的分隔就是补充一下，就是它那个整个的形态实际上是把海的这个特色和海风容纳到这个容器当中。其实整个在做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它这个整个的形态有一种飘荡的一个状态。刚才那个动画里有那个风划过那个痕迹，实际上那些曲线就是从这个空气这边来去获得的这个灵感然后这个是一个圣农博物馆，是咱们中国最大的肌肉行界的这个工业的一个展览馆吧。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景观资源呢，其实就是周边的武夷山脉就是非常的好，所以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够把周边的山水然后这个富屯溪直接容纳到这个展馆。这个展馆不是一个像鞋盒子一样的一个剧场，而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和景观的互动。所以在这张图里，就是人可以
使用这个景观。那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界面以下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博物馆。那么在它所有的这个悬挑的这个尖儿上呢，人可以站在这个尖儿上呢，看到远处的山。这个尖儿的这个形态呢，也是山的这个形态。在这个尖儿里呢，实际上更多的在功能上是容纳了它所有的这些机械、排风、冷却塔这些东西。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被动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都藏在这个尖儿里，这些所有的排风、排烟这些东西。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状态。那它这个身上的褶皱实际上是来自于，当你把这个地板掀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挡土墙的这个锯齿状的这种侧向推力的挡土墙，我们把这个彻底延伸出去呢，形成一个建筑的立面。那在这个建筑里实际上是没有窗户的，那么所有这些锯齿状的这个立面呢，把它掀开呢，就变成了窗户。这个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室内不需要很多的自然光，所有的自然光都是冲北的。整个外立面是坚实的一个混凝土墙壁，只有冲北的这个对外的公共空间，餐厅是用的是玻璃的。这是建设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使用的这个材料。那我们把立面所有这个对外的这些呼吸的这些洞口呢，也全部都做到了这个混凝土的这个产品当中。这是这个预验收的时候拍的照片。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周边的这个山是这样一个状态，它是坐落在这个一个自然排放的沟渠和这个富存溪的一个打角，然后周边是这个。所有都是这个山脉，那它这个厂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是零排放的，就是它所有的鸡粪、鸡羽毛这些东西全部发电，它的排污的水准也是完全是自然级别的。这是这个一个夜景，也可以看见那个所有的这些带玻璃的这些都是冲北的那么冲南的是没有大面积的窗户。因为它这个还是厂子嘛，所以到了晚上呢，就有很多的人，每天晚上有300个人待在这个屋顶上。这是室内的一个面貌。这是一个我们在大理的一个沉浸式剧院，它是一个工厂改造项目。OK， 它原来是一个大理的变压剧场，然后呢，它在这个大理古城的这个北门附近，然后它已经是达到了18米的高度，大理古城内最高的一所这个建筑了。所以呢，我们要做任何事情呢，就只能做这个改造，在改造的基础上呢，做这个项目。那这个呢是将这个大理的变压剧场转变成一个文创的这个关于沉浸式戏剧的这个文创的这个文创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有这个沉浸式剧场，然后呢有工坊，有独立电影院然后有天堂书院，还有沉浸式餐厅。那这里在这个我们的众多的这个剧场项目里呢，这个项目达到的一个突破呢，就是将这个以往的大格子的剧场的这种建筑形制转化成为这个剧场街区的建筑形制。所以呢，它基本上是有几栋原来的这个剧场变压厂的老楼构筑的一个戏剧街区，然后它的跑场道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过道。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原来这个混凝土框架的基础上呢，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坡道，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个剧场的第一视角以及第二视角构筑的一个建筑空间。大家看一下它与这个苍山洱海的这个关系。跟那个左下角。对，它背靠着这个苍山，所以呢，我们形成了与这个傣族这个古城与这个苍山以及洱海的一个非常的沉默的这么一个对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这个大理古城的不同的古迹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这里呢是要用到这个白族的这个建筑的语汇，所以黑白灰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色调。然后呢，我们还期待呢用一些石材，但是也期待呢这个石材呢它有这个新的解读、新的这个发光方式。但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规范条件下呢，我们只能将这个石材与幕墙结合在一起，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坡道，串联了不同的这个屋面，然后呢，它作为这个沉浸式剧场的外延的一部分，将这个城市变成剧场，剧场即是城市。这是咱们的室内部分，室内呢由4大戏剧空间构成，我们的建筑设计也是舞美设计，也是室内设计，所以呢，这个戏剧的内容呢和建筑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尝试，然后将这个之前的工厂的这个龙门吊打造成一个新的这个舞台，然后这个舞台还是一个升降的舞台，它里边还可以藏一个演员。这个是那个一个临高的一个方舱的一个避难所的一个改造吧，这个还就完全就停留在方案阶段，但是对这个地板的操作，我们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的。就它这个一旦荒弃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大概有1200个这样的方舱呢，放在那儿其实就生锈，也没有人用，就考虑怎么去用。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它有一部分呢，它还是可以做连排的去用，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水暖电都是给接好了。这每一个方舱呢，它的独立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制作一个大型的一个构筑物，把其中的一部分呢，直接呢，放到这个书架上，那剩下的就是说制作一个景观的一个连廊，让人能够直接从这个连廊呢，从户外直接从底上到屋顶，而且那个远处就是海嘛，所以现在就是想把它。利用它现有的这个残存价值，然后给它加一个空间的形态，然后这样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场所。那周边呢就可以一个是在这儿有这个一个商品的一个售卖集市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这个举办相应的这些活动，因为已经有这个遮蔽的这个功能了。这个是我们早前的作品曲靖的历史博物馆。这个呢是根据对这个云南的这个梯田以及这个梯田与天空的这个倒映关系，以及当地的这个千年鬼鱼的一个梦幻鬼鱼的一个化石的一个解读。所以呢，我们将我们的建筑的这个表现手法呢，也是从这个梯田和化石的这个断层出发，然后形成这样子一个层析的这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入口呢，抬高到建筑的2层。当人从这个景观中穿越到达这个入口，然后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呢，这个自然景观与这个历史人文景观交汇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项目北理工的一个体育馆。那这个体育馆呢，更多的呢是对这个大地的重新的定义这里有很多这个空间网架构成的这个双曲面屋面，然后在下面的这个体育空间呢是相对比较灵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强调的是更多的是这个空间的透明性。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室内与室外的空间的这个衔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室内的空间与室外的空间有一个无缝的衔接，在设计的手法上。然后呢，这个空间强调的更多的是空间的透明性与这个不同的
活动之间的交流，以及这个城市尺度、建筑尺度之间的一些透明性。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试图它是一个100米的高楼，然后下面有一个常规的一个，我们叫这个群房嘛，所以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周边有一条河，我们是觉得如何能够用很简单方法打破这个群房、塔楼和大地的这个一个关系，所以就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手法，就一刀就切下去，然后把这一刀切下去所形成的这个形状呢，变成一个标识物吧，或者更多的一个视觉中心来去呈现它，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建筑。那周边呢，它是咱们中国电动车行业的一个大量配件的集散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下游，瑞安市，它在浙江。所以这种形成的这种带状的这种力量和速度感呢，正好匹配了这个城市对未来、对先进性、对财富的一个渴望，所以在当地呢也是就是周边也是都是居民啊，或者说集散的这个集市，有配件工厂，所以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态呢，就跟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属性呢，就有很大的一个联系。那我们基本的操作也是，就是试图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广场跟建筑的立面呢，完全就联系在一起。最后一个。这个是我们最近的正在建设的一个项目，它这个有很多关于建筑与这个景观的这个交集。这是这个中法生态城，武汉这个蔡甸区中法生态城的文体中心。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在想打造这个第5立面，它这个项目呢，整个就在这个后关湖湿地公园与城市的交界处，所以它是一个自然与城市的边界。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这个步行网络景观系统，将这个后边的这个湿地公园的生境与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形成一个过渡啊，将这个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衔接在一起。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个不但是场馆内是文体中心，场馆外呢也是一个活动的这个场所。我们一共布设了大概是15个不同的这个活动在这个景观屋面上，然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出发点设计的出发点呢是咱们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楚汉文化的这个青铜器，所以呢，我们从建筑的立面与剖面上汲取了很多青铜器的这个纹样作为这个形式的一个开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塑造这个材料肌理、景观肌理以及建筑肌理的这个方向上呢，我们用现代的材料重新演绎出这个丰富的青铜器的肌理，尝试着与这个历史形成一个对话。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关于这个不同的表面肌理的这个分布图啊，然后我们共设计了这个大概是6套这个不同的这个纹样、不同的这个拼贴。现在呢是这个已经是快要完工了，今年就要9月份这样子就要完工，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项目，当它建成的时候呢，这个材料肌理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造价各方面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最初的这个想法还是在那里。现在就正在这个外墙的完善的阶段，这个景观与这个建筑是如何交汇的。好，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又一届6位老师的讲话，天宫和大地依然是我们建筑师特别感兴趣的话题。2位老师从他们的作品